说到动漫里最没排面的反派，屏幕前的你会想起谁？我只能想到那个男人，鬼武师无惨。其实无惨再苟个100多年就能网购蓝色彼岸花了，虽然他有5个脑子，战力排得上第2，可一生败在了3个字上：蠢、怂、作。让我们把时间线推到平安时代，距今差不多1000多年。无惨魔童降世，可他一出生就没有呼吸和脉搏，靠着不想死的执念才活了下来。可因为身患绝症，无惨被断定活不过20岁。20多年，他不间断的看病吃药，可没有任何作用。直到一位医生研制出了一味新药，无惨一口闷下了医生的药，结果屁用都没有。无惨直接手起刀落，送医生去见了阎王。他痛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自己一出生就差点死掉？为什么这么多年自己的病一直治不好？可在医生死后，药却起了作用，而且药效似乎过猛，直接让无惨变成了鬼。这时的他虽然一人就能轻松击败一支军队，可无法行走在阳光之下。由于卧病在床多年，他早就有了反社会人格。在无惨的视角里，是他从小被世界抛弃，而等他强大后，自然要报复全世界。人の血肉を欲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。それであれば、人を喰らえばよい。而且这小子非常毒舌，善于利用他人的负面情绪，5个妻子全都受不了他的毒舌，选择了自杀。之后无惨为了重新走在阳光下，成为究极生物，研究出了当年医生缺的那味药——蓝色彼岸花。于是无惨制造了大量的鬼去寻找。为什么说他没牌面呢？完全是因为怕死才误打误撞成了鬼。后来一个男人的出现，更是让无惨患上了 PTSD， 因为他制造出了不少鬼，所以便有了鬼杀队。起初鬼一直占据上风，可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个局面，他就是鬼灭毫无争议的战力天花板纪国元一。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却能躲过无惨的技能，还一口气用出了日之呼吸13之型，瞬间把无惨砍成了臊子。无惨鬼都傻了，要不是溜得快，自己肯定就没了。之后他甚至连元一的名字都不能听到，否则就会大小便失禁。其实这也正常，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本来自己牛的一批，天下无敌，结果突然冒出了个人，不仅能躲过你所有攻击，还能几刀把你砍成臊子。这换我也怕。但无惨更怂的是，等元一死后，彻底铲除了会日之呼吸的所有鬼杀队，而且遇到跟元一很像的炭治郎，第一时间竟不是秒杀对方，而是害怕，制造了一波混乱，脚底抹油溜走了。到最后的无限城决战，输那也全是无惨作的，鬼杀队杀的下弦还没他自己杀的多，而且采用葫芦娃救爷爷的战术，先后葬送了几位上弦，一窝座都差点折里面，这导致战力大大削弱。除此之外，当他发现祢豆子能沐浴在阳光下，立马猪脑控制大脑。あの娘を食って取り込めば、私も太陽を克服できる。其实也能理解，这病得了1000多年了，早把鬼给憋坏了。之后主公故意泄露行踪，引无惨上钩，他还是个体面鬼啊，换上了一身高定西装，兜里揣着干冰，迈着先秦淑女步那就来了。结果主公从隔壁借来2踢脚，把无惨炸的只剩条裤衩，主公杀个鸡都费劲，这很明显就是个局。无惨居然上当了，之后便是众人的围殴。无惨先是被尖刺血鬼术给困住，随后被朱氏注入了变人药，无惨鬼都傻了，不是我就来赴个约，有必要欢迎的这么热烈吗？更觉得是火爆辣椒封住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无惨心想，我才是受害者呀，是产巫夫自己点的炸药。于是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让民女把所有人拉入无限城。结果队友全是演员，一窝座打着打着找老婆去了。他找不着你，揾不着你，偏偏嚟喺度找你，还跟你回乡下去结婚，你给我脑壳昏！这个就是爱情，不爱你妈买麻花情。魔童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死于食物中毒。黑死谋更离谱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突然今天有了容貌焦虑，手下基本上都死光了，就剩了个弹琵琶的，还被御史郎给控制了。这导致无限城能被太阳照到，无惨其实还有的打，毕竟只要不是元一在世，他就是最强的。可好事连连呐，鬼杀队一个比一个顽强，而朱氏的药也没那么简单，每分钟让无惨老50岁，且他当年被元一砍的伤痕都暴露了出来，这就是在告诉炭治郎等人，请言虚线撕开。最终无惨被逼上绝路，将自己的血注入了炭治郎体内，如何完成之后，炭治郎就是最强鬼王。不过在伙伴和亲人的帮助下，炭治郎摆脱了无惨的控制，至此无惨终于下了地狱。
在番外中还有一个小彩蛋，后藤问无惨被日之呼吸砍头是什么滋味，无惨表示很不爽，借用网友的一句话，怂了1000年，在最该怂的一个晚上选择了刚，结果毛都没剩下。其实也能理解啊，无惨没办法拒绝，吃下祢豆子就能沐浴在阳光之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不知道你心中的蟹老板是个什么鬼呢？